边看王者边听小说，苏哲王者荣耀，夜黑雨著。第535章天王山之战。选人结束，比赛开始。双方进入场地之后，开局节奏非常快。Quick 战队凭借着辅助东皇太一的前期压制能力，入侵野区，直接反蓝。打野马可波罗的手很长，直接远距离拿掉了蓝 buff， 反蓝成功。而另一边 ，Quick 战队的边路刘邦配合中路扁鹊，成功防守住了己方的蓝 buff。扁鹊前期的输出能力还是无解，因此开局1分钟，场上出现了非常戏剧性的情况。Quick 凭借着马可波罗的自由人体系，居然在一集团的较量中成功压制了神殿战队。不是吧？神殿战队居然逆风了？旺财皱眉说道，这有点让我没有料到。苏哲道，虽然开局神殿战队是有点劣势，但整场比赛的走势还不好说，丢掉一个蓝 buff 不会让神殿太难受，毕竟将军的抗压能力极强。另外，神殿战队的辅助是太乙真人，有太乙真人的被动，这点经济上的压制很快可以弥补回来的。旺财听罢深以为然的点点头。旺财本身就是玩太乙真人的高手，他深刻的明白这位小绿人无中生有的能力，在太乙真人的被动技能下，走到任何一路都可以帮助队友带来额外的经济补助。有太乙真人的队伍，哪怕是在完全逆风的局势下，也不会落后太多经济。有一个冷门知识，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对线的过程中，如果线上只有一个英雄，那么每个英雄在击杀小兵之后会得到小兵100%的经济，但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队友过来，两个人一路的话，那么小兵被击杀之后，这两个人会每人得到50%的经济，平分这个小兵的身价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如果线上有2个人，那么每个人可以获得这个小兵的80%经济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小兵100块，线上只有一个人，小兵死了，这个人可以拿到100块。但如果线上有2个人，这个小兵死了，两个人每个人拿到的不是50块，而是80块，总计160块。而当线上有3个人的时候，一个100块的小兵死了，线上的每个英雄可以拿到小兵身价60%的经济，也就是每人拿到60块，总计180块。因此，线上人数越多，其实总计拿到的金钱越多，但由于一方阵营中有3条线，同时还有野区，因此不可能所有人都围在一条路上，这是对另外一条路上资源的浪费。综合考虑下来，最经济的方式其实就是下路2个人打经济，上路单线，中路单线，一人站住野区。了解了对线上的这个分配规则之后，太乙真人的强大就可以得到充分的理解了。太乙真人的被动技能，自己和附近的队友额外获得35%的经济奖励。再回到对线的例子上来，线上只有一个英雄的时候，击杀1名小兵得到的经济奖励是100块。这时线上来了一个队友，2个人每人得到原本奖励的80%，也就是一个人80块。但如果线上新来的这个队友是太乙真人的话，那么每个人在拿到80块之后，还会通过太乙真人的被动得到35%的额外奖励，也就是80块再加上80块的35%，共计108块。2个人拿到的经济总和则是216块。可以看出，线上有2个人，其中一个人是太乙真人的情况下，每个人获得实际经济其实是比单线的时候还要高的。所以职业赛场上经常有这么一句话，别的 C 位发育的时候都很怕辅助来蹭经济，只有辅助是太乙真人的时候，每条线上的人都来求着太乙真人过来贡献，因为太乙真人来了之后反而带来的更多的经济。2个人皆大欢喜。镜头回到比赛现场，神殿战队的太乙真人前期并没有在线上发育，他选择跟紧野区的将军，先将将军的经济养起来。而 Quick 战队这边打得也非常的谨慎，拿掉一个蓝 buff 之后，就没有继续再尝试其他的挑衅。对方毕竟是神殿，谁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。
双方前期打的都很节制，第一波大规模的团战难道要等到开龙的时候吗？解说子豪猜测着说道。可惜这句话刚刚说完，神殿战队就采取行动了。第二波野区刷新的时候，神殿战队选择入侵 Quake 战队的野区反红，此时将军的雅典娜刚好到了4级的爆发期，而 Quake 战队的马可波罗又偏偏是最依赖于红 buff 的英雄。但就在此时 ，Quake 战队仿佛未卜先知似的，已经在野区集合了。辅助东皇太一、自由人马可波罗、下路的边路刘邦和中路的扁鹊 ，Quake 战队4个人在红 buff 的草丛中集合，这要打一个守株待兔的战术出来。看到这里，韩小军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好家伙！ Quake 战队不简单，他们选择马可波罗不是为了发挥自己的优势，是为了给神殿战队下套。苏哲也瞬间领悟了 Quake 战队的意图，这是个陷阱。马可波罗就是个陷阱。Lucky 有点没反应过来，皱眉问道：“怎么就是陷阱了？”苏哲道：“因为马可波罗过于依赖红 buff， 所以神殿肯定会来反红，而只要神殿有这个意识在，Quake 战队的红 buff 方就相当于是一个不断吸引神殿战队的陷阱。” Lucky 恍然大悟，这么说来，神殿战队危险了。话音未落，团战已经爆发。神殿的妖帝走位向前探开视野，直接抓到了草丛中的刘邦。Quake 战队的刘邦留人技能非常全面，直接2技能位移反手晕住了妖帝的太乙真人。将军的雅典娜冲锋过来支援，却被背后 Quake 博士的扁鹊包抄。扁鹊的风油精扔在地上减速敌人，限制住了将军和妖帝2个人。中路小雅过来支援，可惜支援还有一段距离。东皇太一2技能直接给出封路， Quake 的马可波罗一梭子弹全部打在了妖帝的太乙真人身上，没有到4的太乙真人直接身亡，一血从此诞生。First Blood。接下来是将军的雅典娜，短短时间之内，他已经被 Quake 博士的扁鹊叠堵5层，叠满5层直接开大，扁鹊丝毫没有犹豫。雅典娜前期很难扛得住扁鹊的法系高爆发，血量瞬间见底。现在的雅典娜非常难受，开大无异于原地等死，但不开大，那就刷不出护盾，还是死。怎么选都是一条死路，将军只好无奈接受这个结果。Quake 阿牛的马可波罗冲上来平 A， 大招都没有放就直接收割了将军的雅典娜 ，Double Kill， 双杀到手。边路的 Mike 和中路的小雅根本没有继续过来的必要，被守株待兔实在是太难打了。看到这里，全场俱皆震惊，谁也没有想到 Quake 战队的前2场团战居然打得有声有色。先是在反野上压制了神殿战队，又守株待兔拿下了一血和双杀。队长，我怎么看神殿战队要凉啊？旺财皱眉说道，一脸的震惊。苏哲却没急着下定论，现在说还是太早，2个人头不能说明什么。毕竟 Quake 战队这个陷阱是一次性的，神殿战队第1次反野打得有些激进，第2次就绝不会这么冒失了。韩小军也点头道，是啊，神殿战队很善于在比赛中进步，同样的错误他们绝不会犯2次的。接下来就要看神殿战队怎么绝地反击了。